大家好，我是 Bessie。今天这集呢，想要来跟大家公告频道之后的新的规划。我想要跟大家多分享一下我个人的背景啊，还有这一年来的个人经验的分享。那如果你想要知道说未来频道到底有什么更动或是规划的话，大家就要继续看下去。还没订阅的朋友呢，记得按下订阅，然后开启小铃铛。因为我之前好像没有在其他影片提到，我本身除了去台湾各地的部落啊，然后拍片记录以外，我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外语导游。那我这一年来多了这个身份之后，有蛮多的实际的经验，还有个人的非常深刻的体悟，想要来和大家做分享。那不知道大家对于导游的认知跟认识有多少？听到导游可能会觉得说，是可以常常出国带团出去玩的印象。这个职业是叫做领队。那大部分人可能会觉得说，可以常出国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所以呢，我觉得有一种感觉，就是大家对于导游在做什么，然后还有整个台湾社会对于导游的这个重视度，好像还没有那么的高。我感觉到的氛围是这样。那导游的话呢，是在台湾接应这些外国来的旅客，对于台湾有一个更深度的一个了解。我的话呢，是去年拿到这个导游的职业证。那我接待的主要是来自欧美国家的旅客。那其实在台湾呢，你要成为一个合格可以职业的导游，它是需要经过一些训练的，包含一些笔试啊，还有口试。通过了笔试跟口试之后，那你还必须去上一个98小时的一个培训课程，会包含台湾的各种庙宇啦，或者是民俗信仰啦，台湾的产业啦，各个种族特殊的景观啦。那我当初在上这个课的时候啊，我真的忍不住想要问自己说，天啊，我真的是在台湾土生土长，甚至活了25年，一个台湾人该有的样子吗？我从这些他们带来的课程当中才发现，原来自己对于台湾所知道的那么的少，那么的片面，那么的肤浅。那我也在这个过程当中找到了自己人生的一个定位跟志向，为台湾这块土地呢记录更多的深度真实的文化，我想要一辈子做下去的事情。也是因为有这个契机呢，去年才开始到台湾的各个原住民部落，然后去探索更多的深度文化。正式上团到现在呢，接触到的外国旅客呢，他们部分可能是特地来台湾旅游，那也有一些是非常短暂的停留，就是商务旅行啊，或者是他们坐那种邮轮会经过台湾，实际的能到街头上来探索台湾的时间呢，可能就是1-2天极短的时间。其实每一次在带团的过程中接触这些外国旅客呢，我都从他们身上学到非常的多，每一团都是一个全新的体验，因为他们都是来自不同地方的人，这个一整天的过程当中去了解到他们生长的地方啊，或者是他们自己拥有的文化，透过这些深度的讨论呢，感觉到自己的世界观无限的在扩充当中。他们又非常喜欢问一些很深奥的一些问题，他们就会想要知道说，你对于这个东西的想法，你的见解是什么？比如说，你们最常拜的是什么神？台湾人的共同信仰是什么？佛教吗？还是道教？对，或是有其他什么信仰？在那些天马行空的各种问题当中，很多是从来没有特别想过，因为对我们来说真的就是太习以为常。你会开始认知到说，这些东西背后呢，它的历史脉络是什么呢？是什么原因导致演变到今天的这个状况、这个局面？每一次呢，就会感觉到自己知道的真的还太少。跟大家分享完实际带团获得的想法和感受之外呢，我也想和大家分享一下背后的心路历程。我自己成为导游之后，我才觉得真的是一个非常不简单的工作，体力一定要好啊，所有一切最基本的事情要在外面一整天不停的讲话，在这种烈日当头，你还是必须保持一个非常热情、专业的形象，这个态度。对于每个地方，我真的都是会实际的花时间去听不同的导览员导览，一去再去，真的是一个蛮花时间的一整个过程，包含你要把你所有吸收到的这些东西变成真的你自己的，然后再转换出来，这是非常需要经过时间的一个过程。对于一个新进的导游来说，如果说有那么多的地方其实不是自己熟悉的，真的是会觉得特别的辛苦，而且不是很有自信。这一年来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会有一点点力不从心，然后也不知道说我到底要从哪里才能取得一个最完整然后最真实大家所公认正确的文化内容或是资讯。
我会从一个本身是导游的这个身份的角度出发，然后去探索台湾的不管是庙宇文化也好，比如说阵头文化啦、八家将啦，一些有历史人文内涵的地方。比如说我计划会去一些眷村啦，或者是一些保留客家文化的村落，也会继续探索更多的原住民部落，我都会做一个更深度然后完整的一个介绍还有记录。不管是你想要成为导游，但是你觉得非常无力没有方向，或者是你已经拿到职业的新进导游，或者是单纯只是想要介绍台湾文化给外国人，我希望呢在接下来的这个系列影片当中能够带给大家更实际的一个帮助，透过导游的这个身份角度出发，还有我爱台湾的精神来记录更多。那在这边呢，我也想要打从心底的跟大家说，不要轻易的去放过每一个可以让外国人更认识台湾的机会，好吗？现在呢，出国这件事情对大家来说是一个非常容易的事情嘛，计划去打工度假啦、留学的计划啦等等的，你会在这些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国家遇到各式各样千千万万的人。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我这辈子我在台湾出生，在台湾长大，我身为台湾人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好像是我这辈子的任务，要来了解台湾，在台湾留下一些什么。毕竟大家也知道，台湾呢在国际上呢就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存在，这样子特别的存在，更加的需要每一个人对于台湾这块土地呢更多层次的深入的了解。大家千万不要低估自己的能力，因为你呢让更多人知道台湾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地方，台湾是一个怎么样子的国家。那我真的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每一个可以让外国人认识台湾的机会。如果大家对于台湾的哪一些特定主题有想要了解更多，希望我可以去探索的地方，也非常欢迎大家都在下面留言区的地方，不用客气，尽量说，在我能力范围之内呢，我都会希望去更多的地方了解更真实、更深度的文化。所以呢，为了不要错过后续的这些优质内容，还没订阅的朋友记得按下订阅，开启小铃铛，也分享给更多人。对，我希望呢可以看到大家的这些实际的行动，才能继续支撑我走这条路下去的动力，好吗？我自己的分享就到这边，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